有人说它是烟灰缸，切，瞧不起谁呢？人家是飞碟，好不好？美国的飞碟啊，虽然现在只有躺在博物馆里面的命了啊。VZ9阿弗罗飞车差一点就让美国的飞碟梦得以成真啊！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故事的一开始呢，还真就得从飞碟讲起。那是在二战期间，盟军的飞行员们开始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在夜色的掩护之下追捕并干掉德国的飞机。和今天的夜间空战呢，完全就不一样啊！他们没有雷达，没有夜视仪，有的只有自己的肉眼和同伴的无线电。因此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每个人都变得异常的紧张啊，对一切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飞行物都极度的敏感。敏感到什么程度啊？敏感到看到了一些之前从来就不曾见到过的奇怪物体了。很多飞行员都向上级汇报，他们不止一次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灯光，似乎在跟着他们，并偶尔呢会对他们的存在做出反应。这些所谓的发出灯光的物体呢，都是非常的怪异的啊，从形状到飞行特性，都和他们眼里面正常的德国飞机是完全不同的嘛。考虑到有情报显示，德国人已经开发出了像 V1这样的火箭和像 M1262这样的喷气式战斗机，于是看到过这种现象的飞行员们都相信啊，他们一定是见到了纳粹的某种更为神秘的飞机，于是呢就给它起名叫做 Foo Fighters，类似于我们现在用的 UFO 啊，指的都是不明飞行物了。一开始报告基本上都是被驳回的，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由于飞行员太过紧张，加之战斗的激烈和残酷所产生出来的类似于幻觉或者是误判一类的东西啊，压根儿就不该当回事嘛。但是随着这样的报告越来越多呢，上级也开始意识到，哟，难道真的有问题吗？那还是调查一下吧。他由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家领导，算是美国军方的第一个正式 UFO 调查组了。经过了还是挺长的一段时间啊，他们终于得出了初步结论。德国人在二战后期开发出来的几种相当激进的飞机和导弹呢，是唯一接近于不明飞行物报告者描述的这些飞行物的物理特征的已知飞行器了。说得非常含蓄啊，但等于就是官宣了德国人的确可能拥有咱们搞不懂的先进飞行器嘛。所以人们的想象力也就像洪水开了闸一样一涌而出，使整个20世纪40到50年代有关纳粹飞碟的阴谋论在西方社会弥散漫步，也使飞碟的形状和 UFO 成为了流行文化当中重要的一个符号。因此啊，出现这个玩意儿呢，就毫不让人奇怪了。既然德国人可能有飞碟，那美国人还有他的加拿大盟友，怎么就能没有飞碟呢？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可以以非凡的速度和高度飞行，在战场上空盘旋，并在未来几十年主宰天空的飞碟 VZ9阿弗罗飞车的项目便上马了。虽然我们必须承认啊，流行文化当中飞碟的造型肯定是对它产生了影响的，但是驱动它长成这个样子的更为重要的因素，还是军方对于垂直起降平台的迫切需求了。冷战已经开始，核武器呢已经在战场上得到实践，那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未来发生在欧洲的新的重大冲突必然会由核打击开始。这种情况下，还依赖跑道才能起飞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不无异于就跟废物直接画上等号了吗？不成啊，只能是不用跑到垂直就能起降的飞机才有未来。而圆盘状的飞碟，既符合实际的物理特征，又符合想象当中最标准的那个未来，干嘛不是它呢？于是阿弗罗加拿大，英国著名飞机制造商阿弗罗的加拿大影子工厂便开始了这个尝试。他由杰克·弗罗斯特，一位坚信德国早已经开发出某种长成飞碟状飞机的工程师领导，计划利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排气驱动一个圆形的中央涡轮风扇，在碟形飞行器的下方呢制造一个类似于气垫的空气缓冲带，使其在低空当中悬停，然后再加大推力并向后引导，就可以推动飞机向前运动了。根据它的设计啊，这架圆盘状的飞机呢，在起飞之后是能够像一架正常的高性能战斗机一样运行的。它首先打动了加拿大政府啊，于是在1952年第一笔政府投资呢就打进了账户。弗罗斯特呢也没有辜负众望啊，只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就和团队拿出了一个木质的飞碟模型。照片看起来不错啊，也被疯狂的转发了。于是觉得很有面的加拿大军方呢就大方的承认是的，我们正在研发一个碟形的战斗机参数嘛，小意思啦，也就是时速2400公里多一点点，能够完全垂直的起降而已。可是说归说，该拿钱的时候呢，就开始支支吾吾了啊。在把钱花光，只做了一个模型之后呢，弗罗斯特的团队有好几年的时间根本就没啥资金可以运作嘛。直到1958年，这么一晃6年过去了啊。
美国人出手了，因为此时呢，他们有了2个新的需求，而且看起来阿弗罗菲车似乎都能够满足啊。第一个是美国陆军正在市场上寻找一种亚音速的飞机，它既要可以用于侦察，也要可以用于在各种地形条件下的部队运输。弗罗斯特所声称的阿弗罗飞车卓越的飞行性能，不就正好能满足这2者吗？你看，垂直起降，快速的在作战区域部署部队，没有问题啊。灵活机动，想拍哪儿拍哪儿，想怎么拍怎么拍，没有问题吗？简直是完美的选择。另一方面呢，空军也有需求啊，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一种无需跑道就能够起降的飞机，原因自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怕核打击嘛。而且这种飞机呢，还应该可以在敌方雷达的探测范围下方灵活的悬停，并在必要的时候以超音速起飞，拦截入境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这个不也是阿弗罗飞车生成的强项吗？好，既然这样，五角大楼说，那我就接管这个项目，钱由我来出。弗罗斯特，你放心大胆的干就完了。于是他就整出了一份长达117页的报告，详细的描述了这架未来飞碟的方方面面。比如一共会使用到6台涡喷发动机，会利用一种称之为康达效应的物理现象，会将其打造成一个多样化的武器平台，云。并且呢，还不忘乐观的估计它能够在地面上产生大约3万磅，也就是差不多14吨的推力。悬浮一点问题都没有最快速度可以来到4马赫的水平，最高也能突破到3万米。要知道，这样的参数即使到今天也是令人吃惊的美国最快的拦截战斗机 F-15也只能达到2.5马赫的速度，飞不过2万米的高度感觉弗罗斯特只是在放心大胆的闭着眼睛吹牛罢了。但是有人听进去一位陆军的高官就曾说过这样的话UH-1修1将会是陆军采购的最后一架直升机了。为什么呢？因为阿弗罗飞车已经改变了空战的游戏规则嘛，不需要专门再来个旋翼负责直升了。军方读完这117页的论文，觉得很赞，于是同意出钱造2架全功能样机出来，先看看。1959年，第一架阿弗罗飞车便诞生了。它是被缩小了许多所以发动机呢减半，只装了3台。主要是用作技术验证和调试平台。你别说，当试飞员坐进驾驶舱，也就是这块被我特意放大了的玻璃罩子里面之后呢，阿弗罗飞车还真的是一如预期般的浮了起来。但是它也就能浮这么多了，1米不到，正好是地面效应的高度。想要再升的话，就是这样了。乱摆起来了。尽管后续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调整和试验，结果呢却并没有更好过。似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阻止这只骨子里面充满了摇滚精神的飞车。它到最后呢都没有飞离过地面1米以上，速度也从未超过55公里每小时，只是承诺值的1%多一点点。实在有点惨啊。所以当然火速就被取消了。这么看起来纳粹的飞碟，要么是技术实在是远超正常人类的水平，要么呢它就根本是个都市传说罢了。你觉得是哪一个呢？GBU-28地堡克星非常厉害可以轻松穿透6米厚的混凝土。你想象一下，足足有2层楼那么厚的实心混凝土，什么概念啊？但是它其实是东拼西凑出来的，而且还凑得特别快，从研发到实战只用了短短20来天的时间，是另一个不可思议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呗。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在沙漠风暴行动早期，美国人失望地发现，不管他们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多么的准确，但就是端不掉一些地堡嘛。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堡呢是由南斯拉夫的建筑师专门设计的，采用特制混凝土构建而成的超厚掩体，它早就被证实坚不可摧了在19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呢，便已经扛住了无数来自伊朗的炸弹。这次换美国人来，结果看起来呢似乎是没有两样的。那美国人就很恼火了，我宇宙第一军事大国，怎么可能连你一个小小的地堡都搞不定呢？搞！怎么搞呢？让炸弹可以钻进去再炸呗，这就是钻地弹了为了让它能够钻得更深呢，设计师可以从以下这3个方面入手。第一，他们可以使用更重的炸弹，因为更大的重量意味着更大的动能，在撞击目标后自然会带来更大的破坏了。第二呢，他们可以使用直径更小的炸弹，较小的截面积意味着在炸弹穿透混凝土时，只需要移开更少的材料就可以了，自然穿透效果就会更好嘛。第三他们可以使用速度更快的炸弹，以增加撞击时的动能。好，考虑到时间紧、任务急，咱初代钻地弹只要能用就够了。至于性能提升啥的，后面再慢慢来嘛。
那怎么快速找到符合以上3点的现身解决方案呢？就是这枚奇葩的炸弹 GBU-28了。它的导引头呢来自宝石路，是一个成熟并精确的激光制导方案。它的诞生来自退役的 M110 榴弹炮炮管，在裁短磨掉里面的膛线，并稍作加工之后呢，就摇身一变，为钻地炸弹提供了一个极其坚固的框架，又重又硬的框架。至于更快的速度，那就通过高空投放，再由尾部的稳定器来减阻创造了。于是这枚炸弹来到了5.8米长、36.8厘米粗的超大长径比。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里面那根钢针的感觉呢？他们的确干的是相似的活嘛。不过在 GBU-28里面呢，还是有炸药的。它被封装在这根已经身经百战的炮管里面，重达295公斤，是由80%的 TNT 和20%的铝粉混合而成的，因此拥有更大的爆炸压力，威力上呢就比单独使用 TNT 时大了18%，相当可观啊！这款炸弹的整个生产都是在美国陆军的沃特弗利特兵工厂里面完成的，因为那儿就是生产榴弹炮炮管的地方嘛。考虑到整个炮弹的核心就是 M110 炮管，这么安排是相当合理的。而且由于任务周期实在是太短，基本上呢，炮管是一边加工一边等着最新的设计方案实施在车床上修改的。送到空军基地的试验场时呢，上面还在滴着淬火油，摸起来仍然还有余温呢。最终2枚 GBU-28从巴格达上空扔了下去，成功的击穿了地堡的外壳，造成里面所有人员的死亡，非常惨烈啊！它于是带来了2个结果，第一个是有了这样的武器，地下堡垒从此也变得不再安全了。第二个是使用这样的武器是容易产生争议的，尤其是美军在沙漠风暴里面使用的那次，在杀死了大量可能无辜的人之后呢，其实离整场战争结束也就只剩下30多个小时了。真的有必要这么不择手段的来上一次吗？算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了。话说2艘英国军舰祖鲁号和努比亚号深深相爱了，然后结合在一起，剩下了他们爱的结晶祖比亚号。是的，连名字也是各取一半，用了妈妈的名和爸爸的姓，什么乱七八糟的，实在是编不下去了啊！今天给你讲讲这艘堪称是史上最奇葩的船，一战英国著名的部族级驱逐舰之一祖比亚号。其实这艘船本身呢，倒是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啊，奇怪的还真的就是它的诞生过程呢。故事开始于1916年的10月27日。刚才我们开头说到的那2艘军舰之一的努比亚号，在一次德国的鱼雷袭击当中呢，严重受损。本来英国人是准备把它给拖回去的，但是好巧不巧啊，当晚恰逢一场恶劣的暴风雨，于是努比亚号呢就被巨浪抛上了海岸，将自己的船头完全就撞掉了，只留下了孤零零的船尾，当然是拖了回去啊。好，画面一转啊，另一艘军舰的故事也在大约10天以后上演，它便是祖鲁号了。1916年的11月8日，祖鲁号从多佛出发，在前往敦刻尔克的途中呢，撞上了德国潜艇 UC1 号布下的水雷，船尾当场折断，就沉没了，3人丧生，只留下了孤零零的船首。好在被当时正在附近的法国驱逐舰梅尔船长号撞舰，拖回了家来。好，2艘严重受损的军舰通常会面临什么呢？回炉再造呗但是一战迅速升温，英国海军迫切的需要任何能够将德国人赶出海峡的船只。于是他们看了一眼只剩船尾的努比亚和只剩船首的祖鲁，心中有了答案，把他俩接起来嘛。是的谁让他俩断得那么完美呢？就像是计算过的一样，这就有了祖比亚，看起来相当完美啊！要是没人告诉你，你绝对是不会相信它是用2艘船缝合起来的。尽管前后有着大小不同的烟囱，中间也有着莫名其妙的89毫米的隆起，但并不影响它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嘛。对了，说到奇怪，我差点漏了一样它还被认为是唯一一艘在1919年没有因西班牙流感大爆发而造成人员伤亡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呢，是不是真的很奇怪呢？今天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阿波罗11登月的故事。故事有着2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咱们先来讲那个流传最广也最富戏剧性的版本 A。话说如果不是由于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随身携带着一支沾尖笔的话，那句著名的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可能意义上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巴兹·奥尔德林和尼尔·阿姆斯特朗呢会被永远困在月球，再也回不来了。1969年的7月20日，就在那个历史性的阿波罗11月球漫步之后，
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回到登月舱，准备在休整之后呢，从月面起飞，同轨道上迈克尔·柯林斯驾驶的指令舱会合，然后一起返回地球。但是当他们走进登月舱，却意外的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似乎并不属于那儿的东西。两个人的神经一下子就绷起来了。奥尔德林在自己写的书《壮观的荒凉：月球长途旅行》当中呢，是这么描述的。尽管有一些震惊，我还是上前仔细的看了看。原来这个躺在登月舱右侧地板上被灰尘扮演着的东西，是一根已经断掉的断路器开关。它能够来自哪儿呢？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抬头望向仪表板上那一排排的断路器，然后那个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出现了。其中一个断路器的开关已经弹出并且断掉了，就是地上的那一根，而它恰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断路器，不是在登月时使用的，是在从月球出发时才要用到的，用于向上升发动机提供电力的一个开关。要是没法打开它的话，我和阿姆斯特朗将会无法离开月球。为了帮助你理解他们的困境呢，咱们来稍微补充一下这些断路器的知识据我了解呢，阿波罗登月舱里面的断路器是一种推拉式的断路器。虽然跟咱们家里面使用的断路器在造型上不太一样，但是原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是一种能够自动断开保护电路的开关装置。打开家里面的配电箱，你也会发现一排断路器，我们习惯叫它空气开关。往上扳呢就是打开，往下扳呢就是关闭，可以是这么手动操作的，也可以是当电路短路或者是过载时，它自动就给关上的。登月舱里面的断路器呢，也是一种这么工作的开关了，唯一不同的就是把按钮摁进去就是打开，拉出来就是关掉。而由于登月舱里面的控制电路相当复杂所以面板上的开关就相当多了你看这张图上每一个六边形都是一个断路器，并且它们还要设置成正确的开关组合才会工作正常，不是把所有都同时打开那么简单的。完了吗？没有随着每次任务的不同呢，组合还不一样，实在很难想象这些宇航员在出发前要经历怎样痛苦的训练了。这根断掉的开关位于这块面板上，你看它的名字Engine Arm， 引擎准备，意味着如果不按下，引擎就准备不了，当然也就启动不了奥尔德林回忆了一下，一定是他或者是阿姆斯特朗在做出舱准备时不小心的用那个笨重的背包把它给撞断了的。因为登月舱实在是太狭窄了，他们将开关坏掉的消息报告给了控制中心，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想想办法结果在经过一个辗转反侧的晚上之后呢，这月球上的两人既是没有休息好，也是没有把好消息给等到休斯顿呢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于是奥尔德林决定还是得靠自己了。他在书中继续写道，在更仔细的检查之后，我认为如果我能够在登月舱中找到一些可以替代的东西来推动电路，它可能会起作用的。不过由于开关里面是通电的，我既不能把手指直接伸进去，也不能使用任何末端带有金属的东西。就这么想着，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舱外服的肩带里面呢还放着一支沾尖笔它应该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我将起飞程序提前设置了几个小时，以防止它不起作用后呢，我们至少还有时间来想别的办法。但是当我将笔插入原本应该是断路器开关所在的小孔当中，并继续推入之后，它顺利的保持在了那个位置，开关打开了。我们大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离开月球了。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着那根断掉的断路器开关和那支点燃了引擎的沾尖笔。就是这张照片中的两样东西了。所以整个故事听下来，你会觉得似乎这支笔是救命的关键而且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故事的情节就会发生彻底的反转，真的是千钧一发，选上加选好。但是仔细一想，不对NASA 怎么可能这么大意，将宇航员的生命和任务的成败只交给这么一根小小的、看起来并不结实的开关上面的手柄呢？所以故事的 B 版本就来了。奥尔德林或者阿姆斯特朗的确是碰断了一根重要的断路器开关，它位于登月舱的右侧第16号的控制面板上。但你看这张图在16号面板的对面，也就是登月舱的左侧，还有一块几乎像是镜像过去的第11号面板。在这块面板上呢，有一个叫做 Engine Start Override 按钮，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引擎启动操控，全部的目的就是为启动和点火发动机的电路提供一个备用的电气路径。
所以即使 engine arm 断了，即使没有那只刚刚好的粘件笔插进去，又能怎么样呢？引擎照样是可以启动的。实际上 NASA 当然是想得非常周到的，在登月舱里面呢是有着2套完全独立的电气系统的，登月舱中的所有电气设备都会从这2个系统中的一个来获取电力，但是对于一些最关键的设备是可以从2套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中获取电力的。engine arm 断路器是从 LMP 总线为发动机电路供电，而 Engine Start Override 断路器则是通过 CDR 总线为发动机电路来供电的。于是即便登月舱完全失去了某个配电系统，它仍然可以点燃引擎，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断路器及其相关的配电系统工作正常就可以了。但是等等还不止这些计算机和自动电路并不是唯一启动发动机的办法。如果一切都失败了，他们还有这个。是的这个按钮呢会完全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在设置适当的断路器之后呢，把它给按下去，砰，引擎就启动了。实际上我们来阅读一下阿波罗11的任务记录的话，你会发现任务控制中心和机组成员之间呢，的确就断路器损坏的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很遗憾他们不仅非常简短，而且字里行间似乎也读不到有人真的是关注过它嘛。我读给你来听听先是奥尔德林说，休斯敦，这里是近海基地，你有办法看到引擎准备断路器的配置状态吗？我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尾部似乎被撞断了，我想我们可以再把它给推进去，不过我不确定如果我们把它推进去，我们还能不能把它给拉出来了。完毕。然后是任务控制中心的回复，收到，我们已经知晓，请待命。近海基地，这里是休斯敦。我们的遥测显示，目前引擎准备断路器呢是处于断开位置的。我们希望你暂时将其保持在断开状态，直到稍后计划启动时再推入。完毕。这几乎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讨论了。你听出有人非常担心的感觉了吗？事实上它真正可能引发的问题，并不是在把机组成员困在月球上，而是他们会担心一旦登月舱进入到轨道，无法将这个插着粘件笔的推拉式断路器给拉出来。而正常的程序是呢，一旦登月舱进入轨道，机组成员就应该拔出 engine arm 断路器了。这样，如果计算机中的某些软件错误导致计算机在不应该启动时尝试启动引擎，点火电路呢就不会通电，登陆舱也就不会跑偏了。而奥尔德林的笔插式断路器呢，只能完成推入动作，是无法拉出来的。幸运的是软件错误并没有发生，处于通电状态的引擎也没有被错误的打开。后来，在奥尔德林将断路器推入之后，还有这么一段对话任务控制中心说，近海基地，这里是休斯敦，供你参考。引擎准备断路器上面的电路呢，看起来非常好。奥尔德林回复，收到，只是我想我现在已经不能把它给拉出来了。有关断路器的讨论就此结束了在总共359页的任务报告中呢，它只占了这么一小段，其中没有任何这样的描述。天哪，我们差一点就失去它们了。好吧，那为什么会出现故事 A 呢？我觉得大家都更喜欢戏剧性的故事嘛，这边添点油，那边加点醋，不是味道就更好了吗？哪怕已经完全就变味了。好了，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整个故事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是的，奥尔德林真的是用他的背包撞断了其中的一个断路器。是的，该断路器呢控制了可以让机组成员离开月球的电子设备。是的，奥尔德林用笔把断路器给推了进去，然后成功的恢复了它的功能。但是不，如果没有奥尔德林的笔，2位宇航员也根本就不会被困在这里，甚至几乎一点困扰都不会造成Over。这个故事还真就没啥天理了，拼命的想要去拯救一架飞机，没有任何效果，反而是放弃掉它，弹射逃生之后呢，人家还自己恢复了过来，居然最后就稳稳的降落了。是的，在没有人控制的情况下自己降落的，而且还是发生在1970年2月2日一架古老的 F-106 身上。当天驾驶它的飞行员是加里福斯特，他从蒙大拿州的马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起飞，和另外2架飞机一起执行一次常规的对抗训练。可能是技高人胆的那对抗的动作呢，都是怎么刺激减怎么的来。可结果玩大了。在一次机动之后，福斯特的 F-106 陷入了失速平旋状态，这是极其难以恢复的。事实上呢，福斯特的确做了大量的尝试，也仍然无法制止飞机快速的就坠向地面他甚至呢还将减速伞都给释放了出来，也徒劳无功嘛。最后的选择只能是放弃掉这架注定要坠毁的飞机，弹射逃生了。此时的高度4600米。
结果谁也不可能想得到啊！不仅福斯特捡了一命被他放弃的飞机，居然也完成了自救。几乎就在福斯特落地的同时，他也划过了一片被积雪覆盖的麦田，然后稳稳的就停在了当中。全身上下加起来的损伤也就只有腹部的擦伤而已了。这个怎么可能呢？事后的分析呢，主要是归功于这几点啊。第一，福斯特在弹射之前始终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拯救飞机。事实上，这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他最后将飞机设置到了一种有利于其滑翔的状态，并且还恰好将发动机推到了怠速上面。第二，弹射那一瞬间对飞机带来的反重力，以及弹射后飞机减掉的重量和变化的重心，都莫名其妙的就将它的飞行参数呢调整到了一个完美的数值，让它从平旋当中自己恢复了过来，开始进入滑翔了。第三地面效应也来得恰到好处啊。在 F106 接近麦田之时呢，麦田和机翼之间产生了良好的互动，阻力减小，升力增加，导致它漂浮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才产生接触，将损伤进一步的降低啊。你看这中间的每一步都是很可能出现差错的，但这架 F106 偏偏就没有啊，堪称奇迹中的奇迹。我想要么是他的求生欲太强，要么呢就是他觉得自己还没有飞过瘾啊。这不，事后修复完毕，他又重新投入使用了。我不过就是想要一个整面都是屏幕的手机嘛，怎么就那么难呢？你看人家托尼·斯塔克早在2010年的《钢铁侠2》里面呢，就实现全面屏自由了，我们却要一直等。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绿幕加特效和实际的技术研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嘛。把手机的正面变成像科幻电影中一块完整的屏幕，意味着要将摄像头和光感器件呢埋在下面，这就很矛盾了。了解相机成像原理的朋友都知道光才是一张好照片的根本嘛。再好的镜头，再好的感光元件，都需要首先把光汇聚进来才行。而你要是拿个东西把镜头前面的光给遮住了，再好的戏都是出不来的。那我们一边就要让足够多的光线穿透屏幕的这个区域，一边又要让整个屏幕看起来毫无破绽，实在是很难嘛。所以这么多年来手机厂商一直在跟全面屏玩擦边球的游戏。先是来个大刘海，然后呢把它缩成小刘海，最后再来到水滴屏、打孔屏，技术的确是越来越精进了视觉效果也的确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总之该留给摄像头穿透的区域呢，我们还是得要留着，把它们叫做全面屏，实际上有点皇帝的新衣的感觉，只是在假装看不到这块没有像素的区域罢了。这样好吗？不好嘛？不仅我觉得不好，中兴也觉得不好。于是从很多年前呢，中兴就开始研发屏下摄像技术，并且在2020年就首发了全球第一款商用屏下摄像手机中兴 Axon 20。后来更是一年一次升级，在2021年将屏幕数值提升到了400 ppi， 并且大大提升了屏下镜头的隐藏效果。而到了今年，中兴的新一代柔性屏下摄像技术的全面屏手机又来了，这就是中兴的 Axon 40 Ultra。打开界面，基本上你握着的就是一块完整的屏幕有点钢铁侠那味儿了而同时，前置摄像头呢，看不到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点开来看看，这高质量的自拍画面不就是由它带来的吗？实际上，它在这儿，在明亮的背景之下呢，只要你用尽全力消耗掉整个月的眼神杀，然后反复寻找不同的角度，还是有可能能够在屏幕上隐约看到一块稍稍跟周围不同的圆形区域。这下面就藏着摄像头了。可见，中兴的第3代屏下摄像技术的确是将科幻成功带到现实来了。所以问题它来了。它是如何做到的呢？主要呢是在这以下5个方面发力：材料、像素、芯片、电路和算法。咱们分别来看看。材料方面 ，OLED 屏由多达7层不同的材质组成，通常情况下呢，它们的整体透光率只有5%左右，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穿透去拍照的嘛。这也就意味着厂商需要专门花大力气去研发出透明度更高的有机和无机材料，去逐一替换原来的膜层，使它们的透明度呢整体上得到提高。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层它叫做阴极层，本来就是由各种的金属元素如镁、银、锂、铝等合金而成的，基本上呢就是一层类似于镜子一样只反光不透光的材料，而你非要把它做成透明了的，这不是黑科技是啥呢？好，像素方面在非摄像区正常排列的像素点是这样的。非常密，对不对？实际上 Axon 40 Ultra 屏幕的像素密度达到了400 ppi， 可以呈现出更加惊艳的视觉效果。但是在摄像区域你就不能这样排布了，他们必须要为摄像头留出空隙嘛，所以密度开始下降。
但具体该怎么排呢？中兴手机的工程师们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呢，才找到了现在这种让显示和透光之间达到平衡的状态。接着芯片方面，既然摄像区和非摄像区有着不同的像素分布，怎么才能让它们在显示的时候完全同步，让使用者完全就看不出一丝破绽呢？答案就是一颗为此诞生的独立芯片了啊！它会对2个区域分别进行驱动，有效解决了2者之间的同步问题。另外，再加上中兴今年首发的独立像素1区1技术，让一个像素电路只驱动一个像素单元，从而使每一个像素都可以被单独控制，在清晰度和精细度上呢，都比目前普遍采用1区多的来的要更好。既然我们都已经说到驱动电路了，摄像区的电路设计显然跟非摄像区也是不一样的嘛。它们同样需要在这儿留出空隙啊，但是这些电路都是高度集成的呀，是由10几层金属和非金属走线交错排布而成的，该怎么处理呢？中兴的工程师们巧妙地将摄像区的像素电路呢分布在其周围，而不是下面，从而实现了区域的透明化，并且还没有让其边缘部分的走线呢过度聚集，画面显示也因此保持了自然平滑，所以你才注意不到，对不对？最后来到算法了。为什么要算法呢？因为即使我们在上述每一个部分都做得很好，让屏幕保持了更好的透光率，但是它毕竟还是要挡住一部分的光的嘛。如果成像的时候完全不做处理，就有一种加了柔光滤镜的感觉，像这个一样。虽然有的时候很有氛围感，但是当你没得选，只有它的时候呢，就不能忍了。所以算法就是来干掉它的。中兴使用了一种基于 AI 深度学习的前摄零透算法，针对不同的色温、不同的环境亮度，甚至是不同波段的光对画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实时校准。实测下来，不仅反应迅速，而且跟没有屏幕遮挡的普通前摄头呢差别不大。日常应用是足够了。不得不说中兴不愧是老牌科技大厂啊，不愿意忍受一丁点的瑕疵，甚至愿意为了消除手机屏幕上的摄像头，为用户带来真正的全面屏体验，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数年的时间来研发新技术。这种在细节之处下功夫的态度，真的是既真诚又努力啊，也让我对于这台手机在其他方面交出的成绩有种天然的放心感。无论是3颗全焦段640万主摄像头，还是其余旗舰机的堆料，我使用了一阵子下来，的确满满都是惊喜啊！不仅外在颜值惊喜，内在实力更是惊喜。怎么办？我已经离不开它了。